这一讲我们继续留在武帝元鼎6年。南越事件虽然顺利解决了，但求仙大业一直都还在原地踏步，仅仅开疆拓土远不足以满足武帝的欲念，他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栾大死后最受宠的江湖术士就是公孙卿了。其实公孙卿的伎俩和话术还是老一套，武帝接连杀了少翁栾大之后，对公孙卿也不禁半信半疑了。但武帝对求仙的执念毕竟太深，所以疑罪从无，生怕错过了真仙，到底还是按照公孙卿的方案折等天下郡国去了。资治通鉴的下一条记载是和祭祀有关的，背后又是乐府的成立时间问题，又是乐府的性质问题，又是五言诗的出现时间问题，又是色的样式问题。古往今来有各种观点，有海量论文，所以在有些问题上我会择善而从，有些问题上还没有被任何人说服，那就谈谈一家之言。资治通鉴原文里边所谓塞南越，这里的塞相当于今天讲的还愿，之所以要塞南越，也就是为了顺利平定南越而向神灵还愿。而既然还愿，一定是因为事前在神灵面前许过愿，许愿的事情资治通鉴前文没讲，所以当这里突然出现一个还愿的动作，读者一下子不好理解。前一年里，武帝许愿的对象并不是列祖列宗，而是太一神。皇帝对太一神的祭祀起自22年前的元光2年，当时谬记上出，太一神是天神当中最尊贵的大神，青帝、白帝等等五色天帝都只是他的助手，等等等等。武帝完全听了进去。既然南越问题顺利解决，结果比预期的更好，那当然要向太一神还愿，这才有了当下辞太一后土这回事。新问题是，祭神的方式是不是应该迭代一下了？当然应该，所以使用乐舞，从此就有了载歌载舞的祭神方式。但这样一讲，读者肯定又是一头雾水，难道以前祭神就没有音乐和舞蹈吗？这怎么可能呢？这确实不可能。从原始社会以来，祭神就是载歌载舞的。参照《史记》和《汉书》的话，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宗庙祭祀一直都有配套的礼乐班子，上级主管单位是太常，但是祭祀太一和后土属于武帝时代新兴的郊祀礼，一直还没有配套的礼乐班子。太一祠位于甘泉宫，后土祠位于汾阴，按说都应该交给太常管理。前面讲过，主父偃被杀的那年，武帝想让了侯孔臧补张窝的缺，但孔臧推辞说，我的专业领域是儒家经典，不如让我做太常管理祭祀事宜，这是我们孔家的家族事业，我愿意跟我的堂弟孔安国一道整理儒家经典，造福千秋万代。我们从孔臧的话里就能知道，管理祭祀需要儒学专家，相关的专业知识是一整套繁琐的儒家礼乐。那么问题来了，儒家礼乐当中从来就没有太一这尊神，该拿怎样的礼乐标准来祭祀他呢？可想而知，无论采用哪一套礼乐，严格来说都属于非礼，所以很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祭祀太一神一直都没有配套的音乐和舞蹈。至于后土祠才兴建不久，配套制度还没有跟进，并不奇怪。而且就算儒家有祭祀后土的正规标准，但像武帝这样把后土和太一配成一对来祭祀，到底还是非礼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武帝祭祀太一和后土，既需要有新的部门，也需要有新的班底。刚好武帝的床头就有一个现成的人手，宦官李延年。我们今天提到李延年，首先想到的标签是汉乐府领袖，西汉首屈一指的音乐大师。但在《史记》和《汉书》里边，李延年是被写进宁信传的，相当于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宁信传里的李延年核心的身份是武帝的南储。李延年出身于一个演艺世家，从父母到兄弟全是歌舞艺人，这在古代社会属于贱业，特别让人看不起。李延年已经被压在社会底层了，又因为犯了法被处以腐刑。
既然已经被阉割了，顺势呢就入了关，做了宦官，供职、狗牵，替皇帝养狗。这样一看，李延年简直把所有被主流社会歧视的因素都占齐了，肯定是活得生不如死。但李延年过得并不差，这一切完全得益于他身上良好的演艺素质，不仅能歌善舞，还有卓越的作曲天赋，又很会搞创新，所以大受武帝青睐。某一天，李延年又在武帝面前表演歌舞，唱出一首新歌，歌词很动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是形容北方有一位很高冷的美女，美的倾国倾城，成语倾国倾城就是这么来的。第5句宁不知倾城与倾国当中的宁不知属于唱歌的时候临时加上去的衬字，所以我们看古代诗歌选本《玉台新咏》收录这首诗，第5句直接写成倾城复倾国。那么这样一看，这首歌词不就是一首五言诗吗？所以这首歌词有被取名李延年歌的，有被取名佳人歌的，很可能就是有史可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首五言诗。在它之前，主流诗歌题材要么是诗经那种4言诗，要么是楚辞那种时不时带上一个西字的杂言诗。武帝被这首歌深深打动了，长叹一声，世间真有这样的美女吗？这一次又是平阳公主穿针引线推荐了李延年的妹妹，就这样李延年的妹妹成为武帝的新宠，人称李夫人，仿佛历史重演。当年卫子夫从奴隶到皇后，一家人鸡犬升天，还出了卫青这样一位大将军。卫子夫早已经年老色衰，武帝的宠爱先是转移到王夫人身上，王夫人死得早，接替王夫人的决策就是这位李夫人了。李延年原本就会讨武帝的欢心，等到李夫人得宠，以武帝的一贯爱屋及乌的风格，李延年就开始大红大紫了。当然，武帝就算用人没庆，这些亲贵都不是泛泛之辈。李延年确实很有文艺才华，作词谱曲总能推陈出新，那首佳人歌就是一个铁证。眼下的问题是南域世界满满的解决了，该还愿了。李延年不失时机地创作了动听的祭神新曲目，武帝很喜欢。当然，事关朝廷大典，有必要召开一个高级干部会议商量一下。武帝抛出的议题是，民间祭神都载歌载舞的，咱们朝廷搞郊祀，反而没有配套的音乐，这不合适吧？朝廷里早已经没有吉安那样的人了。他家听武帝这么说，不但纷纷附和，还帮武帝找理由，说这是古来就有的规矩。但是都搞一言堂肯定不合适，怎么才能既显得各抒无己见，又不会拂了皇帝的兴致呢？很简单，要在细节上面下功夫。有人提议了，说瑟这种乐器必须要改，从50弦改成25弦，这是有正当理由的。当初太帝使素女鼓瑟，认为乐声太悲伤了，所以破50弦为25弦。这里所谓太帝，就是这一次武帝需要还愿的对象太医。那这样的意见没道理不赞同，所以从此以后，祭祀太医和后土就开始有配套的歌舞了。25弦瑟和箜篌瑟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应用的。以上记载出自《史记》，但《史记》的原文很不明朗，让历代学者费尽了考证功夫。考古发现让我们知道，汉朝以前的鼓瑟就已经有25弦的形制居多。但无论如何，这个神奇的故事成为一个文化语码，后来才有了李商隐的“锦瑟无端50弦”的诗句。不过我们当下的重点是，对太医和后土的祭祀，从此就由李延年负责了，有歌有舞，有创新有迭代，不归一本正经的太常管了。根据《史记》的记载，每年的正月上辛日是武帝祭祀太医的标准时间，仪式在黄昏时分开始，到第二天天明结束。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定期还要经常祭祀，一年4季不断。有祭祀活动的夜晚，
经常会看到流星划过词坛之上的夜空，童男童女70人唱歌，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歌曲，春天唱青阳，夏天唱朱明，秋天唱西蒿，冬天唱玄冥。这就是武帝时代祭祀礼乐和音乐文化生活的一个剖面，虽在司马光眼里毫无资质意义，但毕竟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史记还特别说到，这些歌曲流传很广，所以就不予记载了。这就意味着李延年创作的祭神歌曲变成了当时的流行歌曲，传唱度很高，这倒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好，下一讲我们再见。